これでいいよね。気楽に行こう。子数量完全不够，就算是每个人分到一个，也要上百个。以现在的储备，这还没算上制作祭祀用浆果汁的原材料呢。唉，生活就像瘪了的苦杨果，瘪上加苦。你来了，昨晚睡得还好吗？看到你恢复的还不错，我安心了不少。哎呀呀，看来你也听说了，正是夏露露村每月一度的盛会塔纳火寺。昨天才向祖灵发问，今天大早上又为了塔纳火寺忙前忙后。我们的萨满大人绝对是有点工作狂属性在身上的。这是全村最重要的仪式，不能因为我而推迟。而且，其实我也很期待火寺仪式，想借这个机会和万物生灵们说说话。这可是夏露露村最重要的仪式，萨满会引导大地上的灵呼啦啦的飞上天，大家也能够通过萨满跟自己的祖先灵交流。当然，说到这个，等仪式开始了，我要好好和桃栗子树的灵沟通一下，希望他们能努力一些，最好是我一敲树干就能掉下来一堆果子。如果真能做到，那可得把最大最甜的果子献给祖灵。那是当然。对了，露露卡，你接下来不是要去询问其他伙伴的准备情况吗？可以带上心灵者，正好认识一下大家。心灵者今天还要寻找自己的伙伴呢，不能在这里耽搁。是露露卡，还有，别紧张，琪琪雅，这两位是心灵者和露米，夏露露村的客人。你好。那个，客人，你想要骑波木雕吗？可以自己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哇，这些木雕都好精致，好厉害呀！也没那么厉害。这孩子真是有够害羞的呢。别看琪琪雅这样，手上功夫可是很厉害的。塔纳火寺上的先祖木雕可都是出自他之手。不过数量太多，木雕每次的压力都很大。你这边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？麻烦？大家给我的木材都雕刻好了，但是摆在村子里的雕像装饰
木材还不够，需要硬一点的那种木头，硬质的木材吗？我记下了。眼角。嗨，心灵者、鲁鲁卡，还有各自小小的妖精伙伴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世界，整个山谷最棒、最强、最厉害的铁匠工坊。喂，我不是都纠正过你了吗？是陆米，妖精大人陆米。好的，小妖精大人。哎呀，我现在有些忙，脱不开身。有什么事你们就先问问默默吧。你小子是故意的吧？默默，铁匠铺看起来生意不错呢。那当然，毕竟我师傅打的装备又结实又耐用。不过，最近野外出现了发狂的奇波，好些人外出采集食物时都遭到了袭击。那些奇波又是抓又是踢，又是火烧又是水淋，再好的装备也经不住这么折腾，回来都变成了破铜烂。我虽然也在帮师傅打下手，但能帮的忙实在有限。毕竟铁匠铺就我和师傅2个人，要是有人能帮忙再制作些装备就好了，或者干脆帮忙教训一下那些奇波，也能让大家外出更安全些。啊，发狂的奇波，这确实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那你这边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萨满大人，你终于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大胆的想法？我要为大家烹饪一道史无前例的塔塔辣烤鱼。塔塔辣烤鱼？哦，智人，您还没有品尝过吧？那可是世界上最美味的烤鱼，辣的就像是在口腔里拳打脚踢。所以是要做成史无前例的辣吗？不，是要史无前例的大。这道菜会像拉加野猪一样大，为此我一定要在火寺之前钓上来一条大鱼。不说了，我准备去钓鱼了。像野猪一样大的鱼，真的存在吗？你别问，这是每个钓鱼佬的梦想。逛了这么久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趁现在，趁现在，这还只是九牛一毛，还有篝火和雕像的清洁、舞蹈服装的制作、烟花的准备等等。别担心，我没有勉强自己。塔纳火寺对我还有夏露露村的大家都有重要的意义。塔纳注视着一切，塔纳照耀着一切，塔纳包容着一切。曾经分别的先祖将在这一天重新凝聚，再渺远的距离，在舞蹈与歌声中都能跨越。啊，塔纳火寺真的是很美好的场景。打起劲来，露露卡，一定都能够顺利解决的。如果你和特拉拉遇到什么困难，也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立刻赶到你们身边。心灵者，哎，萨满大人也在啊。凡亚，你这样慌慌张张的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不是我，是我哥，他在寻找心灵者。她叫凡亚，是乌奇的妹妹。乌奇也在负责筹备火寺，她找你一定也是有什么困难。我们去看看吧。哎，我哥在后山等你们，我们一起过去。你们来了，露露卡，为什么过来了？果然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？没有，塔纳火寺一切顺利，好好休息，交给我。缇娜娜刚刚好像说果子储备不太够。卢塔大叔说调味料不足，眼角那边忙于修补装备，无暇打造仪式用具。
奇迹雅那边的木材好像也……原来你都知道。村长交代我处理，让你好好休息。所以你找心灵者是为了这个？缺少了很多东西。心灵者，可否用土地做点什么？喂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那边好像有什么声音？那个……可以种。你是？不好意思，咱不是故意想要偷听你们讲话的。咱家莉莉花，只是因为迷路走失到了这里，因为胆小一直躲在后山。不过昨天一看后山的植物杂草都被清理干净了，所以很好奇，才想看看发生了什么。什么长难句？我们不会伤害你，你别紧张。咱真的不是故意躲在这里的。老实说，这里也挺冷的。要不是外面野兽太多，咱实在不敢出去，也不会一直待在这里。话说，小帕米，地上这些果子和种子都是你带来的吗？地上，哇，都洒出来了！真是好心人呐！这看起来像是细月鼠的种子。还有金麦、翠心红萝，你到底带了多少种子啊？这正是咱刚才想说的。咱听到你们的话，就想能不能用这些种子帮忙。这些可都是精选的优质种子，只要给咱一片地，咱就能种出沉甸甸又甜又脆的大个果实，也就是所谓的种地吧。种地，那是什么？说起来，好像是没见过夏露露村的兽人种地。种地就是，把这些叫种子的东西埋到土地里，然后浇水施肥，那些果实啊、狼椒啊什么的就能自己长出来了。好神奇，从地里长出来，这肯定也是祖灵的恩惠。当然也可以用魔法催生啦，但用了魔法的口感似乎会不太一样。哦，种地。物资没问题了，正好这小帕米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，心灵者要不让他来帮忙，你也可以省很多精力。咱可以吗？管家。听着好厉害的职位，那你以后就是我的老板啦！庄园管家上任，咱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。咱这里有很多种子，如果有需要，老板您可以随时呼唤咱随叫随到。那村里缺少的东西，我也通过莉莉花来委托给心灵者了。怎么能让老板跑腿呢？咱会负责把各种材料交给委托人，然后把报酬拿回来。那我接下来就带莉莉花去认识一下村里的大家吧，请多关照啦，莉莉花，请多关照。稍微放松一下，不是坏事。稍微放松一下，不是坏事。忙里偷闲。特拉拉，看你准备的这么充足，今天又要去狩猎吗？是帮新来的伙伴找人，估计要走很远，得多准备点东西。那你可得当心点儿，村子附近出现了发狂的奇波。发狂的奇波？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都充满了攻击性。虽然目前都被民兵们驱赶了，
但难保还有遗留。最近山谷还真是不太平，我们昨天也遇到了名为凶兽的怪物。哦，我听乌七说起了，是传说中被狼神大人消灭过一次的家伙吧？居然还敢！喂，蓝尾巴小鬼，我叫特拉拉。心灵者，你来啦，休息的还好吗？是吗？那就好。今天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对了，这位是卡纳，夏露露村的卫兵；这位是心灵者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新伙伴。你好，心灵者。你的事在村子里都传开了，祝你早日找到失散的同伴。喂，可别忘了还有本妖精大人。这就是……哼哼，没错，就是这个表情。之前孩子们说的会飞的诡异奇波吗？都说了是妖精啊！抱歉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萨尔蒙呢。不过最近山谷里真是多了不少从没见过的家伙。之前巡逻的卫兵还说在原岩山地一带也见到了陌生的人影。但你们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村子就由我来保护。要是有坏人想打村子的主意，就给他们尝尝苦头吧。那是当然。好啦，既然人到齐了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早上已经说过了，今天就交给我吧。再去狼神老大的雕像那儿。掌握了新的技巧。走吧。哦，这附近是村民们经常举办骑乘比赛的地方，那边好像有人在比赛，可能乌尔也跃跃欲试吧。看着是挺有意思，可惜我们还有钥匙在身呢。之后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挑战试试。这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像下了雪一样，不只是植物，连那些岩石都变成了白色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。果然是苏亚化区域，没想到会出现在这种地方。当心，苏亚化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里是卡拉玛停滞的区域，也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地带。但苏亚化通常只出现在没有生命的地方，为何这座山谷里会？你们看，中间那块地方有个黑色的球体，是苏亚化能量挤压形成的空洞。也是苏亚化区域的核心。那这么说，只要破坏它就行了吧？简单简单。苏亚核心可不是随便能够破坏的，而且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有凶兽出没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！心灵者要上来！别挡我的路！我上了，让你见识尝尝这招！落叶一鼓生鸣。哇，这些家伙怎么比昨天的更难对付了？
苏亚之力中散发的苏亚能量，会增强先生的力量。真是难缠。呀，瞧瞧这招！花要开了呢。我一直都在穿行林野风，终将大地恢复成绿荫，让生命蔓延。怎么又出现了？快注意，真是没完没了。前期的苏亚能量不被解除的话，就会持续召唤出凶兽。啊，那可怎么办？得想办法破坏掉它的核心才行。快了，快了！凶兽被消灭了，趁现在！哈！什么嘛，这不是一下就解决了吗？我只能说，不愧是星临者。前面的道路打通了，我们走吧。足以净化苏亚的力量，这就是自天空降临的星辰之力吗？狼神老大，我们又来看您了。要是您今天心情好，就把星临者同伴的线索展示给我吧，拜托啦！跟老大打好招呼了，开始行动。那我们从哪儿开始？大象岛。从雕像往深处走，还有很大一片地方，附近的遗迹多到夸张。让我想想，该怎么和你们说明这里的道路呢？喂，你究竟靠不靠谱呀？哎呀，所以说我需要想一想嘛。你怎么比拉加野猪还急躁？野猪，你这比喻我可不能忍。那是露米、特拉拉，他们去哪儿了？等等！趁现在！既然看见了，就拿走吧。伤口还疼吗？我疼啊，什么都感觉不到。我是不是要回归普切了？普切里是什么样的？我有些害怕，但我会鼓起勇气，像祖先们一样顽强。即使到了那个世界，我也会保护大家。还剩下多少人？23人。刚刚又有一位同伴化为了灵。是头亚亚吗？他就像他的祖先迪达达一样英勇。去找一块坚硬的木头，为他雕刻吧。我们不会忘记他。伤痕、饥饿、死亡，从西兰宁一步一步走到这里，这么远，我累了。我们还要走到哪里去，才能真正挣脱脖子上的锁链？哀悯之泪，呜呼！悲切之语，呜呼！敬畏之水，呜呼！
赞卡的子民们，我以谦卑之心向祖灵发问：微服之风，请为我带来解语。我的同胞们经历了太多伤痛，森之祖灵，能否让此处成为我们的落足之地，令生计之心归于平静，让我们不会再经历曾经的那些折磨与苦难？请回应我，祖灵。同胞们，祖灵回应我们了。这片森林已经接纳了我们，我们会有丰足的食物、温暖的住所，以及彼此支撑的勇气。随着风的方向前进了，我们将在那里建立新的家园。白狼，精灵者，你这家伙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跑开了？加杜，哦，你不会专门为了摸它才乱跑的吧？这种奇波十分常见，虽然体型巨大，但它们性格都很温和。没想到你会对加杜感兴趣。白狼？村长说，山谷里曾经是有很多野生的双刃狼，没错，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传说，现在早就绝迹了。我从小在山谷狩猎，却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呢。你可真幸运！啊，白狼带你看到了兽人们的幻影，该不是露露卡给你的药里又加了奇怪的东西，产生了幻觉吧？不过说起来，听村子里的老人提起过，这片蚁峰林地曾经是先祖们迁徙而来时经过的道路。传说当年大萨满夏露露带着兽人们抵达山谷，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旅程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你见到的兽人们一定就是100月之前的先祖了。真羡慕你，明明不是兽人，为什么能看到我们的先祖？要是我有这个能力，也有点想见见爷爷了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还没准备好见爷爷呢。真见到了却不知道说什么的话，就太浪费了。能够看到回忆中的场景，这便是牺牲的力量吗？不管是刚才击碎苏亚核心，亦或是现在瞥视过往之影，夏拉卡那小子描绘的预言，星辉回应的过去，第8位星灵者的降生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哇，露米的五官都要皱成一个点了。干嘛突然盯着我看？那是因为本大人在思考特别严肃的事。想什么呢？就是对了，你们看，蚁峰林地这么大，这么找下去，估计天黑了也没什么结果。或许我们应该分开行动。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看，就我和乌尔一组，你和星灵者一组，分开在这附近找找。要是没出什么意外，一会儿我们就在这里会合。还真的糊弄过去了，兽人还真是。我是说，真是完美的安排。山崖、平地，平日里不会注意到的地方，都有可能发现他俩的痕迹。仔细搜寻，连一个杂草都不能放过。有什么能派上用场的东西吗？是宝箱，太棒了！星灵者，快到处转转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宝贝。啊不，我是说，这里没有福福他们的身影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是足迹，嘿嘿，
果然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本妖精大人如炬的慧眼。看样子不像是夫妇的，可能是……啊！心灵者别走，我还没研究完呢。啊！那家伙往这边来了，怎么办？要打吗？要打吧。羽毛，色泽和造型看着挺不错，或许小阿比会喜欢吧。唉，绕了一圈也没什么像样的线索。沃尔躲开！是特拉拉的声音，快去看看发生什么了。没事吧，特拉拉？没事，不对，有事。这两只微火羊打急眼了。这些家伙一旦开始角力，就会越打越上头。他们可不只会吸引其他好斗的起波，还会点燃草地和树木，放火烧山。真那样可就糟了。一起上，阻止他们！力气真大，累死我了。你只是在旁边扇了扇翅膀，明明都是心灵者在出力吧？我可一直在加油助威呢，没有我的鼓励，心灵者哪有战斗的动力？再说，扇翅膀也很累的好吗？从罗斯莱瑟出来后，每天运动量都这么大。不行不行，我要休息。心灵者，我们休息一下嘛。看来也是时候休息一下了。好耶！这附近有个营地，是我平常打猎休整的地方，跟我来。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晚上打猎，要是回不去村子，就是住在这里。啊，舒服舒服。我看看，找到了。当当当，露露卡特制料理。哇，你们后退3步的样子，难道是在担心料理的味道？我们不该担心吗？那个扑通扑通的蜜语灵药，心灵者喝下去，可是差点就醒不过来了。哎呀，药和饭怎么能是一回事呢？露露卡做饭其实还蛮好吃的，你们试试就知道了。真的吗？心灵者，你先，你和露露卡感情比较深。露米我这种小妖精，肚子比较脆弱。哎呀，找福福他们，你出的力气最大，当然是你先了。你就大胆吃吧，我会给你加油的。好。这也太好吃了！内馅鲜美，食材也炖得恰到好处，看上去普通，却出乎意料的好吃，对吧？而且我妹妹特别重视营养均衡，所以里面又有肉又有菜。当然，我也觉得营养均衡很重要。嘿嘿。你要是没把蔬菜全挑出来给沃尔吃，这话会更有说服力。
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那边有找到什么线索吗？我这边完全没有进展，还被尾火羊干扰了计划。很可惜，我们也没什么发现。我说陆米，怎么感觉你对寻找伙伴不是很上心呢？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吗？当然也会担心啦。但北妖精可是看着福福从小长大的，她的能力我最清楚不过。那孩子可是很坚强的，在和凶兽战斗的时候，你也见识过他的实力。所以比起福福，我才会选择待在星灵者的身边。放心吧，我想这时候福福和小阿比也在想办法寻找我们。这不是刚才我们发现的羽毛吗？羽毛？这个看起来像是异人的。异人？星灵者，你的手别抖啊，我都看不清了。不是星灵者的手在抖，是地面。有什么东西正朝这边过来。糟糕，这个声音是铁宗霸主。诺诺，你跑快一点！提提，跑慢一点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要跑慢一点？这种时候还要我等你们？为了我们的友情，拜托了。我们的友情是这么脆弱的东西吗？小猪猫好像跑得更快！救命啊！你先来救救我们！今天的森林可真不消停，连我的手下败将都要出来露露脸。这号角声音可真大。特拉拉，你和这只野猪打过架吗？当然了，这个号角就是用它的獠牙做的战利品。哦，这家伙以前可是袭击村子的惯犯，我们交手过很多次了。铁宗霸主不但暴躁，力气也大得夸张，凶灵者可要小心哦。路吧，统统打飞！我们安全了吗？他们好像打起来了。是强敌吗？大家小心！来了吗？做好准备。乌巴乌巴，传送阵仗！落叶一场生的，回应我的传送阵仗！怎么会呢？战吼，变吼战，全身的毛都舒展开了。那家伙可真是这么有力量！你也试试。穿行于野兽，做得好！将大地摧毁的力量，幸运者，小心他的冲锋，连岩石都能撞碎的力量。加油啊！剑是剑刃，长枪剑招。星灵者，我一直让你冒出来的，落叶一场生的。星灵者，相当的好，有错吧？你的战斗天赋很强，看来是我自己猎人的有力竞争者了。长枪剑招，没见过铁宗。谢谢你们，帕米族。是的，请容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3、2、1，只要有宝藏的地方，就有我们的身影。无论天涯海角，都会一往无前。琪琪、诺诺、小猪包和公公，我们是名扬天下的向果力寻宝队。哦，哇，厉害厉害！但你们为什么会被一头野猪追着跑呢？这个嘛，虽然铁宗霸主脾气是不好，但今天这也太火气十足了。怪琪琪，啊，明明要怪诺诺，怪公公，怪小猪包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已经糊涂了。一切都要从一颗红果说起。大圆
哦，只有世界上最幸运的树才能结出那样弧线完美、表皮光滑、娇艳动人的红果。就连风也嫉妒这棵树的运气，将奇迹从树上摘下。它掉落之后的身姿令所有拉加野猪为之疯狂，他们全都聚集到这里，谁都不肯后退一步。然而铁宗霸主毕竟是拉加野猪之王，当他出现，这场战斗的胜负已经没有任何悬念。唯有懦弱的拉加野猪耿耿流着口水与铁宗霸主对峙，僵持在那里。就在场面陷入僵局之时，小猪包却从天而降，把红果整个吞到了肚子里。然后铁宗霸主就发了疯，从那边的高山上一直追我们到这里。所以，就是一个红果引发的血案。嘿嘿，就是这样。多谢几位恩人相救。这么说来，早上卡纳说的原岩山地一带的陌生人影，就是指你们吗？原岩山地，我们今天才抵达山谷，是要找一个叫夏露露村的地方的。夏露露村？为啥？诺诺和我是寻宝猎人，在世界各地旅行，探访人迹罕至的地域，寻找失落的宝物。哎，你们看这个，好旧的书，页角都折了。封面上的、竖的、横的，哎，最后那个字应该是雷吧？是敦贺雷啦！你怎么连兽人的文字都不认识？这是这本书的作者。虽然我不太认识字，但这个地图画的确实像是新崖山谷。这本书的作者游历过大陆各个角落，最后的记录停留在他要寻找一个神秘的兽人部落。传说这个部落从遥远的一邦不断迁徙，我们打听了好久，才确认了他们最终留在了这座山谷之中，名叫夏露露村。那你们找对了，我就是夏露露村的人。这么巧，恩人，请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吧，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。我看看啊，你们只要往这儿走，再往那儿走。哎呀，我来给你们画一下算了。完成了。这是抽象派，这还看不懂吗？我给你说明一下。喏，中间的是卡拉玛纳花，就是那个很大很大的蓝色水晶。到了这里，你们就往下走，就是往南边走。对，往南走，你们能看到一片平原，我们都管那里叫狼嚎平原。总之，一路向南就能找到夏露露村啦。如果迷路了，平原上有一些我们设立的哨站，去问问那里的人就能找到路。哎，真的，太感谢你们了，好人。对了，嘿咻，你这是在……恩人们救了我们的命，得给礼物。天哪，这是陈王朝的玉石，弗利斯的金麦穗装饰纪念品。怎么连罗姆和罗斯佩剑都有？寻宝猎人的基本素养。等一下，这是风雨树的花朵，是那孩子带在身上的东西。当然，风雨树的叶子因为能够远程传讯，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佩戴。但是它的花却名不见经传。我认识那么多精灵，夫妇是少数几个对它的花朵情有独钟的孩子。你们是从哪里？那边，一匹狼给我们的。那边啊，你这个表情，难道那边有什么危险吗？危险嘛，倒是还好，就是那边聚集着一群让人无论如何都不想打交道的羽毛人。那些长着羽毛的家伙经常偷跑到我们的领地范围骚扰我们打猎。我这个夏露露村最强猎人，可是没少被他们打乱计划。不过，既然有了线索，那前进就是唯一的选项了。当然，你是在寻找走失的朋友吗？我们寻宝猎人常常讲一句话：大地上没有找不到的宝藏。只要坚持，就会有结果。没错，所以请放心吧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哎呀，这是我们应该报答恩人的礼物。
那么我们就在此告别吧，夏露露村见！祝你们一路顺风，回头见。还没到吗？明明看上去挺近的。那帮羽毛人就喜欢住在崎岖的山坡上，又高又远。现在才走了一半吧，再坚持一下。啊，坚持。哦，对了，精灵者，你看看瘦弱可怜的小露米，翅膀都累得扇不动了，有没有感觉很心疼？好狠心！啊，不管，我飞不动了，我要坐你肩上。哎呀，舒服。啊，心灵者，肩上有个妖精，感觉重吗？哎，和红果一样重吗？原来妖精还挺有分量的。喂，哪有那么重？你再感受一下。哎，好像是有些轻了，现在像是一片树叶落到肩上一样。我们妖精可是世界上最优雅轻盈的物种，根本没有任何重量。好了，快走吧，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为了不让心灵者感受到重量，不得不一直扇动翅膀，还要比之前扇动的更快。打了边车怎么感觉反而更累了呀？真是安静，这样的环境总让人感觉危机四伏呢。没想到露米你还挺胆小的。什么叫胆小？我只是不想和一些低等物种动手，好吗？害怕的话就喊出来吧，放开声音的大喊。都说了没有害怕。不吧，来跟我一起。都说了我不是害怕，也不需要喊。好点了吗？你赢了。没什么有用的线索呢。不过这里散落的羽毛倒是越来越多了。看来这一带真的是异人的活动范围。你说异人经常和你们起冲突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难不成就因为你们一个长翅膀，一个长尾巴，就互相看对方不顺眼？那倒不是。不过也难说，没准儿这也是原因之一。翅膀有啥用嘛？飞得还没我跑得快，还不持久。喂，我怎么感觉你在暗示本妖精呢？反而是尾巴才感觉一点用处都没有吧？什么？尾巴的好处可多着呢。翅膀的用处也大着呢。尾巴，翅膀，尾巴，翅膀。心灵者，你说呢？心灵者，你说呢？哇吼，很懂行嘛。待会儿给你摸摸我精心养护的尾巴也可以哦。不过，既然这里是异人的地盘，说不定他们知道福福的下落。要不找个异人问问看吧。前提是不要打起来。哼，总之遇到他们也没必要担心，有我这个夏露露村第一猎人在呢，放心吧。啊，怎么啦，心灵者？我在想，会不会这片森林里也有这种花，所以我们找错线索了？应该不会吧，至少我没见过。放心，风雨树主要分布在洛斯蓝色，其他地方可不常见哦。至于这座森林，别跑！哇，那是什么？好快！嘟噜，不同颜色的嘟噜，我来吹，我给大家露一手。不好，心灵者，我们追！
哈？哪儿来的异人小鬼？你们的大人没教过你狩猎的规矩吗？谁的剑击与目标最后一击，猎物就是谁的。要不是我把嘟噜逼到角落，哪轮得到你出手？哼，长尾巴的想耍赖，耍赖的是你吧，小不点儿。哼，这下好了，大家都得空手而归了。看到没？这就是异人族，一直和我们作对的家伙，真是烦人的很。你们认识啊？嗯，之前狩猎的时候有交过手。那一剑，时机、风向、手感都很好，没道理会射不中。小火球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？是不是边上有碍事的家伙捣乱的原因呢？你说谁是碍事的家伙呢？要不是你，我已经抓到他了。小火球说的对，要不是有碍事的，那只嘟噜肯定已经被我抓住了。不要借奇波来冷嘲热讽，好好听我说话喂！啊，是没见过的智人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米蒂，是异人族的天才弓手。这是我的奇波伙伴小火球。旁边这位妖精是你的伙伴吗？只在传说里听过，没想到真的有妖精族哎！好，没想到异人都知道本妖精大人的传说啊，不错不错。不枉我们都是长翅膀一派的同伴。喂喂，别不理我啊！听不到我说话吗？奇怪，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能听到有弱小奇波的声音，在哪里呢？呀，这不是号称最强猎人的特拉拉吗？我就说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发出那种声音呢？你这家伙，我的长矛可不是摆设。难道我的弓箭是摆设吗？哼，我这是看在心灵者的面子上，不然一定给你好看。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绝对错不了，这是老师的花。为什么你们会有老师的东西？是啊，前段时间被霍克加尔救回来的人，他的剑术特别厉害。老师和我们做了个交换，他教我们一人射箭，我们帮他找人。我想想，要找的目标好像是一个智人和一个妖精。啊，这么一看，不就是你吗？哎，你那位老师名字是叫西弗利亚吗？对，就是西弗利亚老师。耶，终于找到啦！当然可以，但我也不知道老师现在具体在哪儿。老师是和村里的狩猎队一起外出寻找你们的，但这片山地很大，要找他没那么容易。不过你们放心，狩猎完成的时候会有信号，那时老师也会来会合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过去就能见到他了。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夫妇，我们马上就能相见了。不过，一会儿这个夏露露村的大尾巴狼不能跟来。怎么，是怕我见到你两手空空的回去，被族人嘲笑的样子吗？我这次负责的是侦查任务。对，所以有没有猎物都不重要。哦，最近原岩山地里出现了很多之前没见过的生物，棘手的很。听西弗利亚老师说，好像是叫凶兽。凶兽？没想到连你们也遇到了。看来最近凶兽似乎异常的活跃呀，真奇怪，是什么原因呢？糟了！怎么了？这是你说的集结信号吗？不对，是异人的求援信号。抱歉，狩猎队遇到危险，我得先走一步。哦，特拉拉知道村子的位置，让他带你们去吧。
米蒂去的方向有一股浓烈的凶兽气息，让他一个人去感觉不太妙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要我带路去异人村吗？虽然之前偷偷溜进去过，还被异人发现赶了出来。哇，突然好可靠！别纠结了，快跟上！不管了，就当是去揍凶兽的，才不是为了帮那群长翅膀的家伙。米蒂，你负责远程支援，注意安全，一定不要逞强。凶兽，好强的气息！振作起来，米蒂，你可以做到。赞克队长，我不会给神鹰羽卫丢人的。勇气是羽卫的一切。好吧，我不会阻止一个年轻的异人战士展现他的勇气。莫尔，米蒂还是新手，你要注意照看他。放心吧，赞克队长。凶兽还在不断吸出，这样下去他们迟早会落于下风。我们得赶快上去帮忙。成功了。队长，凶兽他们就这样凭空消失了，真是可怕的敌人。要不是听从西弗利亚的建议，破坏他们的核心，这场战斗很难获胜。干得不错，米蒂。队长刚才明明还一脸凶狠，想叫他回去。我这不是担心吗？队长啊，这丫头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？和他老爹一样，肯定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那个。就算再来几百个敌人，他也不会抛下大家的。这种程度还不够我热身的呢。嘿嘿，你的腿还在发抖呢。我才没有。准备撤回村子吧。明卡，吹响鹰哨，告诉大家危机解除了。队长，这我看不必了。你看那边。巴古城又来这么多，这怎么会这样？打起精神，准备迎击。终于赶上了。米蒂，我们来帮你了。心灵者，米蒂，他们就是西弗利亚老师在找的那些同伴。原来是这样，抱歉，虽然是客人，但现在好，那就让我们并肩作战吧。你们负责右边，我们左边。我会把后背交给你们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小火球，我们上。开始吧。但对手是凶兽，就另当别论了。哦，就在这里，天空之力。落叶一可生长，我可以的。接好了，最近差点带到。来自天空的礼物，雷电强袭，战略吧。好的。我就在这里。天空之力。无论是谁，身怀勇气之人，就是同一条战线的兄弟。哇，米蒂，你差点射到我，是不是故意的？谁让你会守护一切？天空之力，狡猾的力量，落叶亦可生人。还是斩灭吧，花狼！我可以的，加把劲，你躲不掉的。这家伙击败更多的凶兽，我就在这里。别看了，这家伙！天空之力，看过很好，年轻就是好。打架的时候还这么多，真有活力。大闹一场吧。穿行于远方，终将大地摧毁的力量。对了，做得很好。我可以的。哼，你躲不掉的。到我了，斩灭吧！不用收了。群星所以，心辉闪烁。
一段落了。你这家伙，咱们好好算算账。好，一会儿村口等你，有本事你就来。这声音，还来！正好比比谁能干掉更多的凶兽。哼，那你输定了。西弗利亚，该上场了！一下就干掉这么多凶兽，这就是西弗利亚老师的力量。心灵者，斩灭吧！我就在这里。天空之力，以此身体的噬之光，兽吧，贯穿吧！这就是我的意志。斩灭吧！我就在这里。我一直在哪？看你，最后一只。夫妇，乖孩子，没少吃苦吧？我没事。倒是你们怎么样？没有受伤吧？太好了，心灵者大人。要是心灵者大人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……伤在哪里？严不严重呢？对不起，明明说要保护心灵者大人回去的，结果从空中坠落之后，我就失去了知觉。再次醒来，却已经在异人族的村子里了。不仅没能及时来找你，反而让心灵者……好啦，这是一场意外，谁也不用自责。大家能重聚才是最重要的。对了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非常感谢特拉拉小姐和夏露露村的帮助。不用不用，小事一桩。还有，别那么叫我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好的，特拉拉。那我们也得好好感谢异人族帮助福福呢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反而是老师教了我很多剑术知识呢。哎，说起来，小阿比呢？他没和你在一起吗？阿比受的伤比较重，还在昏迷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他现在正在世界树幼苗的庭院里恢复呢。这座山谷还有世界树幼苗，这么说也有玉树史喽？是的，我也是在寻找你们的时候才发现的。虽然我们也才刚认识，但这位玉树史很热心，小阿比在他的照顾下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等，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啊？阿比是谁？世界树幼苗、玉树史，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呀？唉，刚战斗完又要解释这么多东西，心好累。阿比是我们的同伴，一条闭塞的幼龙。至于世界树幼苗，那是木精灵在世界各处播种的世界树分支，能够治疗和净化附近的大地。而玉树史，则是专职看守世界树幼苗的木精灵的称呼。原来咱们山谷还有这么神奇的地方吗？好厉害！我还是第一次知道。确实，本以为是偏远的小山沟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秘密。看来这里确实不简单呐。那个，大家也别在这儿站着了。既然凶兽已经被击败了，要不我们回村子再聊吧。你们帮助了异人，
大家一定会好好感谢各位的。还要去异人村啊？我知道你在那里犯过事儿，那要不你一个人先回去？不，我去！要是被露露卡知道我没跟着星灵者，一定会被骂的。艺人们都很热情善良，不会有事的。赞克队长，你们这边没事吧？老师，看来你和同伴已经重聚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谢谢。你们怎么样？刚才的凶兽数量可不少。伤势各有轻重，但所幸所有人都活下来了。应神必有，感谢这几位勇士的相助，多亏了你们在前面挡住了大批凶手，我们才能渡过难关。刚才战况紧急，还没来得及介绍。我叫赞克，是异人卫队的队长。本妖精大人叫露米哦。我叫特拉拉，你好。哎，怎么突然间底气不足了？这时候不应该说我是夏露露村最强的猎人吗？你这家伙！各位，我代表卫兵们由衷感谢你们。如果没有你们出手相助，我们中今天肯定会有人重归高天。夏露露村的特拉拉，我知道我们两村关系不好，但就这件事上，谢谢你出手相助，我会记住。赞克欠你们一次。我只是帮助星灵者而已，少自作多情。哼，狼嘴里吐不出虎牙。真的吗？你弟的进步很快，我看刚才的战斗中，你有好好的实践我教的战术呢。我哪有？我去看看大家伤势怎么样了。没想到这丫头表面强势，原来脸皮这么薄。不过，这片森林里凶兽的数量很不正常。我前几天寻找你们的时候，也遭遇了很多凶手。这背后，或许有什么异变正在发生。各位，不知道能不能请你们再帮我们一次？莫尔刚刚检查完了其他人的伤势，有一些伤员无法行动了，我们需要把他们送回村子。但现在这个情况，你们也知道，不安全，所以能麻烦各位护送我们回村子吗？我会准备好相应的报酬。星灵者，你觉得呢？太好了，我去通知大家。前面就是断风盘了。哇，竟然在那么高的地方，不愧是异人。现在看看确实很高，之前溜进去可费了不少力气。虽然直线距离很近了，但那个高度只靠腿脚的话，可得走上一阵子了。你们平常是怎么上去的？我们异人肯定都是飞上去的呀。我当然也一样。哈哈，这点高度在本妖精大人强而有力的翅膀面前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飞上去就和摘个树果一样简单。你们干嘛一脸怀疑的表情？就好像在说，好担心啊！明明只要一阵微风就能把露米大人吹跑。我倒不是在怀疑你啦，只有露米一个人飞上去了，其他人怎么办？这里还有伤员，还有星灵者。露米能拽着星灵者一起飞吗？喂，本妖精大人可是什么都能做得到，现在就做给你们看。不
经用尽全力了。我放弃的好快，好像被树杈子戳了一下。糯米真的有用力吗？是帕莫拉还有风剪鹰们，有他们在就好办了。他们可以带伤员还有各位勇士飞上去。各位勇士应该都不恐高吧？应该。心灵者，你跟着帕莫拉一起上去，他是我们霍克加尔的骑波，是最快最稳的。那当然。抓好了，各位都准备好了吗？等下，让我做下心理准备。风剪鹰，出发！心还在砰砰直跳。你怎么不和同伴一起走？做个风剪鹰都能虚成这样，你是来找茬的吗？谢谢。啊？谢谢。你忽然这么大声干嘛？我是说，谢谢你帮助我们。不客气。你战斗时很厉害，是我小看你了。你身手也不错。不，还远远不够。我必须。怎么了？突然？没什么。真是奇怪的家伙。不过，艺人还是会好好说谢谢的。风剪鹰真是野性十足，就连我也有点晕呐。要是小阿比在的话，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。不用担心，一旦阿比醒了，御术使会传信息给我的。你说的那个御术使是什么来头？他叫米莎，从很多意义上来说，都是很厉害的人。是个温柔体贴的大姐姐，有些神秘，不过很可靠。她一直住在西边森林深处的长青之庭，平常基本不外出，山谷里连知道她的人都很少。详细的情况，等到我们去见阿比的时候再说吧。她应该也很期待和你互相认识。各位，我们的村子断风盘就在前面，马上就要到了。走吧，折腾了这么久，终于能歇歇脚了。纳奥米，我们回来了。赞科队长，你们没事吧？萨满大人得知你们遭遇攻击，已准备好了药材。太好了，林卡，你和这些伤员一起去萨满那儿治疗吧。不用，我好得很。别逞强了，伤口那么明显。西弗利亚老师不是说过吗？凶兽造成的伤口不好好治疗的话，就会被侵蚀的，说不定最后连自己也会变成凶兽，很可怕的。没错，凶兽的力量来自苏亚能量，不及时处理，体内的卡拉玛会被侵蚀转化，因此不能大意。听老师的，勇气不是无聊的自尊心。臭小子，快去吧。知道了。各位，感谢你们帮忙护送伤员。欢迎来到断风盘，这里是鹰神庇护下我等一人的荣耀之地。没有我们村子好就是了。那可未必。断风盘虽不比夏露露村繁荣，但所谓风鹰虽小，却五脏俱全，而且依靠山崖与飞行的优势，我们可以采集到许多夏露露村没有的资源。大个子，既然回到了村子，刚才说的报酬是不是应该兑现了？哎，英勇的露米大人，
在与凶兽的搏斗中消耗太大了，再不吃点东西，我都要飞不动了。真羡慕你们这些艺人，不想飞行的时候还能平稳地站在地面上。陆米，你不是也有腿？难道不能站吗？莫非是因为站在地上太矮？嘘，心灵者大人，这可是不能碰的话题。放心，岂有让恩人们饿肚子的道理，包在我身上了。我先去和霍克加尔通报这次战斗的结果，然后为各位准备食物。米蒂，你陪恩人们逛逛村子，等我们准备好了，就来霍克加尔那里。我想他一定也很想见见老师的同伴。我还要见霍克加尔吗？不用这么兴师动众，我们自己随便逛逛，找点吃的就回去了。既然心灵者也找到了同伴，也没必要在这里待着了吧？一路上总听各位提起，这位名为霍克加尔的人究竟是？霍克加尔可不是人名，而是我们的首领，手持鹰神兽刺的风羽长矛，翱翔天际的凛冽鹰冠，那就是霍克加尔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异人村的村长啦。原来如此，心灵者大人，我受到异人村很长时间的照顾，毕竟打扰了这么久，离开的时候确实得和霍克加尔阁下说一声，不道而别也不符合圣树辉光的礼仪。你看，既然是救下西弗利亚的恩人，那自然要当面感谢一下。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好吧。西弗利亚老师这就要离开了吗？不再多住几天了吗？米蒂，我的使命是将心灵者大人安全带回故乡洛斯兰瑟。心灵者的降临，代表着世界将会迎来巨变。如今大陆各地的凶兽愈加活跃，让心灵者尽早与大贤者相见，或许也能尽快找出其中缘由。现在，异人已经学会了对抗凶兽的方法。虽然我很想留下来继续帮助大家，但也是时候道别了。这段时间，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。米蒂。我明白了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好好逛一逛断风盘。那，我先去收拾东西，一会儿就在霍克加尔阁下那里见吧。看来这孩子真的很喜欢福福，你可真是罪孽深重呐。是食物，让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狼椒、红果，怎么才这点肉？异人什么时候改吃素了？而且分量这么小，怎么可能吃饱啊？异人的胃都和小鸟一样嘛。哪有？我们可是很能吃的。整天吃这种东西，怪不得你长不高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一只手就能把你撂倒哦。那是因为……走吧，走吧，等一会儿看到我们准备的大餐，就会让你无话可说了。喂，等一下，好歹让我先垫垫肚子嘛。就是现在！呀！伤疤是异人战士的勋章。那你的勋章可太多了。总之把这些药喝下去，休息几天应该就没事了。可是这药真的很苦啊。我能理解。哎，是你们啊？这位是我们的萨满萨托尔。神鹰在上，你们就是西弗利亚所说的伙伴吧？感谢你们的帮助。林卡，你的伤势怎么样？
好着呢！哎呀，等等等，还是别逞强了。别提这个了。哎，这点给你。这是豆子？这可是异人村的特产鹰咬豆，生长在极高的山崖之上，别的地方可吃不到。哎，这不是你接下来的口粮？送出去了，你吃啥？我没事儿，受到帮助必须回礼，这是异人的规矩。可以，够兄弟。就是现在！拿着玩吧。嘿，呵，呀！这里的风景真不错。那个巨大的雕像是翱翔于天际的鹰神，是我们村子信仰的图腾，很壮观吧？鹰神每天在山巅俯瞰整个村落，甚至是新崖山谷。只有敢于与高天一较高下的勇士，才能获得鹰神大人的垂眸。我承认你们的鹰老大还是挺酷的，但比起我们狼神老大还差一截。你这家伙，你们家狼神雕像我可见过，那么点大，哪有鹰神气派？哦，那你的逻辑，像你这样的小不点，怎么可能赢得了我？要不是今天你是客人，我高低得和你比一比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去找霍克加尔吧。他现在应该在广场中央，跟我来。就是现在！呀，嘿，嘿，就是现在！哈，霍克加尔，这位就是意志坚韧的强者，浴血的战士，无畏的勇士。赞科告诉我，你们在危难之际，于凶兽的利爪下保护了我的族人。如果没有你们，可能今天我只能看着他们魂归高天，为他们哀悼。异人的首领看上去好年轻，和夏露露村的老爷子差距好大。我是断风盘第17任霍克加尔，法兰塔。远道而来的勇士们，愿鹰神庇佑你们。霍克加尔阁下，他们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伙伴，露米和星林者。星林者，他好像一直在盯着你看哎。请不要介意。虽然异人村附近时有智人的商队经过，但我能看出你的身上有着某种超乎寻常的气息。鹰神赋予了我敏锐的双目，你所散发出的这股气质，让我感到震惊。从你的表情上压根儿看不出震惊2个字啊！我听赞克说了，西弗利亚准备和你们一起离开村子。虽然才刚见面就要分别，但你们帮助过异人，我们是不会让各位空手而归的。赞克，把东西拿上来吧。这是什么？好香的味道！闻着不错吧？这可是我们这儿数1数2的美食。大火烤制的攀扑鱼，再撒上佐料和鹰咬豆，我就没见过不喜欢吃这个的艺人。
分吗？你是夏露露村的，我记得你。之前偷偷潜入断风盘的人就是你吧？你好，我叫特拉拉。你好，替我向你们村长问好。好的，但这个礼物，要不还是……别介意，有恩必报，这是艺人的规矩。虽然微不足道，但希望你们能够接受。还以为艺人完全不讲理，只知道打架，没想到……谢谢，那我就收下了。霍克加尔阁下，这一段时间谢谢您的照顾。不客气，你也教授了我们剑术，还有对抗凶兽的方法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些怪物。西弗利亚，你将永远是异人族的夜空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随时来找我吧。非常感谢。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。从这里下山距离比较远，就让风简英送你们一程吧。不过，只能送到夏露露村和异人村领地的边界。能缩短回去的时间已经足够了。帕莫拉，交给你们了。一路顺风。哇！怎么感觉飞得比之前更快啦？现在是顺风，有利于俯冲飞行。而且你一夸奖他们，他们就飞得更起劲了。我没夸，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已经站不住啦！终于落地了。这只风简鹰似乎在盯着心灵者流口水，它不会是想要吃了心灵？他应该是想吃法兰塔给我们的鱼肉吧？异人村的熏鹰人告诉过我，风简鹰很爱吃潘普鱼的。要是还想吃的话，我这里还有。那个，飞走了。帕莫拉的自尊心还真是很强呢。给。我嘛，还是更喜欢吃兽肉，而且异人的食物我可没兴趣。不要给我，我肚子可饿着呢。
它到底是什么味道？我还没吃呢，就知道你和帕莫拉一样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还给你吧，本妖精吃不惯肉。那就咬一小口。这，心灵者，我开始后悔了。这个鱼肉。你的心理活动也太丰富了，这鱼肉也太香了。沃尔，快，你也尝尝。很好吃，对吧？要是不够的话，我这些也拿去吧。我不怎么吃肉。啊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心灵者，你的猜测是对的。艺人天性高傲，在谈论自己的战功之时，往往滔滔不绝；但若遇到什么难事，却会顾左右而言他。虽然他们并没有向我透露太多，但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，他们确实有食物短缺的迹象。其中的主要原因，很可能是近期泛滥的凶兽，让狩猎变得极其困难。被你们这么一说，感觉手里的烤鱼都不香了。其实，我们和那帮艺人起纷争的原因，也都是关于猎物和地盘的矛盾。本来我们以蚁峰林地为界，划定了双方的狩猎区域，互不侵犯。但最近艺人总是无故破坏约定，入侵到我们的猎场之中，才会闹得越来越僵。我之前潜入艺人村，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阴谋。现在想想，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就已经遇到你们说的食物问题了。一切的根源，都是原岩山地的凶兽之灾。异人的猎物纷纷逃往了兽人们的地界，他们为了生存，不得已跨过边界，继续放任凶兽肆虐山谷，很可能连夏露露村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帮助心灵者找到了同伴，我也可以完美交差啦。嘿嘿，婉儿，走，我们回家。终于回家了，感觉这一行比狩猎还辛苦。咦，苏里这家伙又在站岗的时候睡觉，看来得好好教训他一下。喂，是谁？迪奇？什么嘛？原来是特拉拉，还有星临者，还有妖精。哎，怎么多了一位更大的妖精？妖精和精灵还是有区别的，喂。你好，我叫西弗利亚，是心灵者的伙伴。哇，没想到高贵的精灵小姐居然也会来夏露露村，咱们这小地方也是好起来了。恭喜心灵者找回伙伴，那我继续睡觉了。你这个不着调的家伙！哎呦，我醒了，我醒了。索里，你这家伙平常偷懒一下就算了，今天却这么明目张胆，给我个解释。别提了，为了加强警戒，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站岗，白天还能稍微放松一下，晚上得全程瞪大眼睛。你看我眼睛肿的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难道也是因为凶兽？是啊，之前你是不知道我这些天有多惨。是我错怪你啦。没事，卡娜正在跟村长商量哨站以及村内守卫轮岗制度的事，应该能改善一下。我们也得找村长聊聊此行的经历呢。他在家的话，
我们也直接过去吧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索里，你有没有见到2个帕米？帕米是什么？就是个子小小的，有着大大的耳朵。对了，他们还带着2只拉加野猪。哦，我记得，他们现在就在村里，说是你介绍来的。竟然真的靠着特拉拉画的地图找到了夏露露村。早说了，我可是村里最强的猎人，认路画地图这种事情简单。他们说按你那地图走，结果跑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。幸好有村民在外面采集，把他们带回来了。这也就是说，他们压根儿没认真看。哎呀，我都画得那么清楚了，明明是你画的有问题吧？看来我们是真的运气好，跟着你这大向导，居然还能把福福找回来。村长，现在村子周边的警戒任务十分繁重，不仅有发狂的吉波和凶兽，还有提防着长翅膀的家伙。我们的人手要是不增加的话，大家都会累垮的。老夫知道你们的苦衷。这次让拉鲁前来，也是想着能不能从民兵队抽调人手。我的职责就是战斗，一切听从村长的调派。村长，我们回来了。感恩祖赞卡，行灵者，看来伙伴找齐了。多亏了狼神老大，看来向他老人家祈愿还是挺管用的。村长阁下您好，我叫西弗利亚，是心灵者的伙伴。哦，木精灵。哎呀，老夫好久没有见到木精灵了。您之前有见过其他精灵？当然，老夫年轻的时候去过洛斯兰瑟，和那个会预言的老头子叫拉卡夏什么来着？您是指大贤者夏拉卡？啊，对，那时候还和他一起喝着秘术之液聊了3天3夜呢。居然是老师的故友，我替老师向您问好了。哦，原来是他的徒弟，难怪。不过看你的样子，应该还是初出茅庐，好好努力吧。这居然能看出来吗？老夫对木精灵还是很了解的。哎呀，村长爷爷，你又说这些有的没的。之前讲南边的帝国，今天又开始讲什么精灵。嘿嘿，你们别在意，就当是故事听听就行。村长爷爷，我们这次来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近日异人曾多次进入夏露露村的领地狩猎，我们两方的关系确实变得越发恶劣。老夫有猜测过，他们应该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，但2个村子长年累月的隔阂已经阻断了所有交流，老夫也没有办法验证。对啊，我也只知道他们最近经常来抢猎物，但之前发生了什么就……哎，小特拉拉，此事老夫讲了很多遍了，看来你一直都没有认真听呢。有吗？也好，趁此机会，老夫就向各位从头说起吧。各位也知道，夏露露村的兽人们是100约之前才迁徙到此地的，但异人不同，他们世代居住于此，是新崖山谷的原住民之一，所以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夏露露村才是外来者。因此，领地纠纷从一开始就种下了病根。在老夫担任村长的这段岁月中，双方因为领地问题而产生的纠纷不计其数，而能够定下如今的边界共识，更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。所以，异人为了狩猎不惜越过边界，想必凶兽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难以缓和的程度了。
异人领地那边的凶兽数量确实多得可怕，这点我倒是亲身经历过了。而且异人们食物短缺的问题也很严重，这点我可以作证。看来问题的根源便是凶兽。再这样肆虐下去，不止异人村，连我们也必将受到威胁。如今看来，你们这番经历反倒成了接触异人的好机会。如果能借此联合异人一同对抗凶兽，那对我们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。与异人合作，这怎么能行？村长，你难道忘了吗？异人之前跨过边界时，还弄伤了我们的猎人，抢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猎物。我们现在人手本来就不够，哪有余力帮助那些长翅膀的家伙？异人什么的，根本不需要理会。卡纳，抱歉，我还要巡逻，先走了。村长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告辞了。拉鲁，说说你的想法吧。和异人联合吗？这种事情交给村长定夺。我的使命是保护村子，战斗是我的本质。但只要异人还敢入侵我们的领地，我就不会手下留情。如你们所见，想要促成此事，并没有那么容易。对于我们双方来说，都需要一个契机作为突破口。那些长翅膀的家伙真的会接受我们的帮助吗？同样作为猎人，我觉得他们可能把自尊心看得比命重要。食物问题对异人已经十分严峻了，我想，至少可以作为谋求合作的重要条件。这么说，你们心中已经有了计划？看来你有好好利用那片土地。乌奇也跟我说过，后山的作物似乎长得不错，但这村里的兽人大多没有种植农作物的经验，他们生下来除了狩猎，也只会采集一些天然果实。心灵者，你想让他们对种植感兴趣，并学会种地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星林者在这个村子有一片土地，还能种植植物。是啊，比起土地，更应该说是庄园，锻造啊、料理啊、种植啊，什么事情都能做。好厉害！我能去看看吗？虽然我没有那么擅长照料植物，但也许能帮到你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老夫与夏露露村一定尽力而为。那我也去帮星林者种地啦！嘿嘿，村长爷爷再见。小特拉拉，种植的事情就交给那位年轻人吧。村里啊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交给你啊，心灵者，你们先去吧。我和小特拉拉有些事情要商量。既然是村长的任务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星林者之后也要教我种地哦。莉莉花，这些是塔纳火寺需要的订单，订单里需要的农作物量很大呢。现在庄园的种植区域太小了，土地的产量有些困难。是心灵者，这位就是心灵者说的精灵伙伴了吧？你好，我叫西弗利亚。精灵果然很漂亮呢。抱歉，我叫露露卡，是村子里的萨满。咱家莉莉花是负责为老板管理这片庄园的管家。庄园，管家，没想到心灵者居然多了这么多同伴。老板，这次来庄园有什么吩咐吗？利用庄园种出更多的食物来解决粮食问题吗？没错，之后就能借此联合异人一起对付麻烦的凶兽了。
虽然是个好想法，但现在庄园的土地紧缺，就连塔纳火寺的订单都满足不了了呢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增加种植区就可以吧？这里的土地卡拉玛浓度很高，很多区域都很有潜力，只要把那些杂草清除掉就好啦。杂草是指那些半人高的香蒲榕吗？原来它们有名字啊！香蒲榕是山谷里常见的植物，它们的绒毛能够在风中飞散，传播种子，因此一到紧约就会开始迅速生长呢。如果能清理它们的话，确实可以腾出大片的土地啦。不如交给我吧，在高庭，修剪花草的工作也一直是我在负责。是呢，是呢，福福在这方面很有心得。高庭那些不听话的魔法植物都能摆平，什么香蒲榕根本不在话下。没关系，我也想为大家出一份力，能帮到忙就好。抱歉，心灵者，虽然我也很想帮忙，但火寺那边还有……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没想到能亲眼看到木精灵修剪植物的场面，究竟是什么技巧？魔法、术语，还是与自然共鸣的歌声？嘿咻！居然是剪刀！怎么了？修剪植物自然是用剪刀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看来福福你打破了某些人对木精灵的美好幻想呢。终于收拾完了，真是又累又困。辛苦了，西弗利亚，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。出了一身汗，好久没有像这样花时间打理土地了，有点怀念的感觉呢。这片山谷真的很美，虽然偏僻，却有着不输洛斯蓝色的景色。夏露露村还有断风盘，兽人们的聚落真的和我印象中的很不一样。我之前总是认为兽人的家园都是更狂野蛮荒一些的地方，但相处下来，我发现大家都很善良淳朴，和山谷外面的人一样，为了家园与美好的生活而努力着。还有那位村长爷爷，居然会认识夏拉卡大贤者，他也一定是一位博学的智者。如果没有凶兽的话，这里真是一片宁静祥和的世外乐土呢。本来我还想着找到心灵者大人之后立刻出发返回洛斯蓝色，毕竟已经耽误了这么长时间。但现在我和心灵者大人的想法一样，不能让这么美好的地方被凶兽破坏。谢谢你，西弗利亚。不用道谢，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想法。对了，西弗利亚，这个还给你。这是我的风雨花。我们是追寻着它的线索找到你的。我听露米说，你一醒就立马来找我了，明明可以多休息一下的。怎么了，西弗利亚？没事，我只是在想，之前与暗焰兽战斗也好，现在让心灵者找我也好，明明应该是由我来保护心灵者的，现在却感觉自己才是被保护的一方呢。真的很感谢你，帮助了我这么多。其实，在异人村的时候，我也很担心心灵者大人。我站在悬崖边，尝试从风中搜寻你的踪迹，害怕你就这样消失在山谷之中，再也无法相见。但现在看来，我们或许是被风雨花连接，才能再度重逢。对了，心灵者大人知道风雨花的来历吗？露米和我说过，风雨树的树叶可以用于远程传讯，但风雨花似乎很少有人带着。风雨树的树叶
可以让相隔很远的人们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交流。随风而来的话语，可以传递思念，消融隔阂与偏见。而它开出的每一朵花，也都代表着一次美好相遇的开始。其实，我觉得心灵者大人也一样。短短的几天，就在夏露露村结识了那么多新伙伴，就像一条闪耀的纽带，连接着人们的内心。或许，这才是心灵者独有的能力与魅力吧。我理解心灵者大人现在的迷茫与担忧，但我相信，心灵者大人的话，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目标与方向。因为在我看来，您是那么与众不同。与众不同？心灵者大人，你知道吗？在接受寻找心灵者任务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。心灵者在这片大陆的传说中，都是奇迹与英雄的代名词。他们强大、勇敢、无所不能，每个人都有着足以改变大陆的力量。所以，当夏拉卡老师将寻找心灵者的使命交给我时，我很担心自己是否有资格站在心灵者的身边，也不知道该如何与心灵者相处。不过现在，我才知道，您和我想象中心灵者的模样，有着很大的不同呢。不是的，我是想说，虽然和心灵者相识的时间很短，但我觉得，心灵者你并没有传说的英雄那般遥不可及，会有迷茫，会有喜怒哀乐，在见到艺人们遇到的困境时，也会伸出援手。对我而言，这样的心灵者更让我觉得亲切和可靠，也比想象中更加温柔。所以，心灵者大人，我也想成为你值得依靠的伙伴，而不是单纯因为任务而产生的关系。下一次，当你再度坠落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握紧你的双手，不会再让你独自面对危险。这是我对你的誓言，也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不用这么严肃啦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精灵可不会轻易说出自己的誓言呢。无论如何，能遇到心灵者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我这是睡着了吗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和心灵者聊了很多。难道我错过了什么关键剧情吗？也没什么啦。你们到底说了什么？告诉我嘛，我好在意呀！什么声音？这是号角声，从村外传来的。我们去看看。各位，没事吧？库卡曼卡，今天已经是第几次了？这些奇波到底怎么了？刚才那些，就是你们所说的发狂的奇波吗？没错。毫无预兆的就开始攻击哨站，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忽然变成这样。其中还包括一些平日很温顺的奇波，确实很反常。明白了，心灵者，你刚才也看到了吧？那些奇波身上散发着灰暗的苏亚气息。没错，那些都是被苏亚侵蚀的凶化奇波。凶化奇波。与凶兽不同，是受到苏亚能量过量影响后丧失理智的奇波。它们通常具有很强的攻击性，所以在你们看来就和发狂了一样。而说到这座山谷中的苏亚聚集地，在前往世界树的庭院时，我看到山谷深处有一片积聚着苏亚能量漩涡的地方。是在大水晶后面吗？难道是特拉拉说的禁地？禁地？那里一般不会有奇波活动，而且禁地存在了近100约，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那就奇怪了，还有哪里的苏亚能影响这么多的奇波？撑不住了，好累。不管怎么样，
我都没力气战斗了。村子前方不是还有一座哨站吗？为何凶化奇波会跑到这里？别提了，那边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就是因为那里人手紧缺，才会疏于防备。看来燃眉之急，还是帮助卫兵们减轻守备的压力。如果人力不足的话，可以试着强化哨站的防御设施看看。这里的防御设施确实比较简陋，我们想想办法吧。既然如此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心灵者，可以用山谷的物产建造一些防御设施。木精灵有一种最基础的防御栅栏，用最简单的材料就可以完成。那我们行动吧。这是尖刺栅栏，把它们放在哨站附近，就可以有效阻挡凶兽和凶化奇波的入侵。不过，想要形成完整的防线，光有一排可不够呢。心灵者，我们建造更多的尖刺栅栏，设置在哨站周围吧。我们也来帮忙。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有了这些尖刺栅栏，防御的压力应该会小不少。不过，这些栅栏顶多也就只能阻挡凶兽和奇波一段时间吧。真要击败他们，还得我们自己上。卡纳说的也有道理，人手紧缺的情况下，能够更轻松地击退敌人才是关键。那座哨塔，如果能够加以利用，可以作为弓箭手的箭塔。在栅栏阻拦敌人的同时进行射击，这样就可以有效击退他们，是个好办法呢。不过，建造箭塔可是大工程啊！交给我吧，我去把民兵们找来帮忙。完成了，多谢各位的帮忙。嘿嘿，小事一桩。接下来就安排民兵们在箭塔上守备吧。不过，我们射箭的本事可能没有那么厉害。是我疏忽了，看来之后有必要多增加一些箭术的练习量了。啊，这不是心灵者的苗姬吗？怎么突然跑出来了？他看起来一脸跃跃欲试，难道是想……保持警惕，那帮家伙又攻过来了。事已至此，心灵者，准备迎击。心灵者大人，前线的防御就交给你和拉鲁了，远处的凶兽就交给我和民兵们。成功了！没想到仅凭我们几个人就能击败那么多凶兽。都是多亏了这些设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心灵者的奇波，真是帮了大忙了。我们也让村里的苗姬来帮忙吧，这下就不用担心射箭射不准了。塔纳、索里，正好也到换岗时间了，你们先去休息吧，剩下的就交给民兵团好了。村子的安全就拜托你们了。啊，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。不过，凶兽和凶化奇波的数量确实很不寻常，这些防御设施终究只能暂时抵御威胁。还是得找到苏亚能量的源头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这不是心灵者和精灵朋友吗？你们起得可真早，都快赶上老夫这个小老头了。老夫听说你们不仅开垦了新的田地，还帮助守卫们阻挡了攻击，不错不错。而且昨天你们在收拾田地时，有几个村民看到了，还挺感兴趣。依老夫看，可以让他们当你的第一批学徒。
村长阁下，我可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吗？只要是老夫知道的事情，一定如实相告。那您可以和我讲讲夏露露村，还有这座山谷的历史和故事吗？我从未来过这里，但在这几天的接触中，我发现这里兽人们的习俗和文化，和我在书里读到的截然不同。所以，我想了解更多关于这里的事情。看来你和你的老师一样，对于知识都很感兴趣呢。不过，想要了解全部的话，那可就说来话长了。没关系的，那就请村长阁下从头说起吧。很好，老夫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振奋人心的要求了。一切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。天与地是如何诞生的？伟大的祖赞卡是如何庇佑他的人民的？还有最初的萨满是如何拯救了村子的？所以村子里那片住人的地方就被大家叫做达达宅地了。至于迪达达是如何在普切之中往返7次，并从祖赞卡那里获得力量的，终于要讲完了吗？这才刚刚开始啊！你们已经听累了吗？当然没有，这些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过。没想到兽人竟然还有这样有趣的传承，我很感兴趣。夫妇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学呢，但卢米已经累得不行了，得想个办法跑路啊！难得你们如此感兴趣啊！不过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，老夫也有点饿了。那不如我们……那不如我们下次再边吃边聊吧。哎呀，老夫也好久没有讲得这么开心了，这下不得不拿出最好的果子来招待你们了。给。这是，居然还有本妖精没见过的果子，不妨尝一尝。那本妖精大人就不客气啦。好苦！就是这个苦味儿才正宗，这可是老夫特别珍藏的苦杨果，你在别的地方都吃不到。不仅要在这里听长篇大论，还要吃苦得要命的果子，卢米大人，我快要忍不了了！加多利，臭小子，你又来偷老夫的苦杨果！怎么有齐波偷吃村长的东西啊？这可不行，一定要帮村长报仇！杏林者，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故意的？总之，你现在把屁股从座位上挪起来，跟我一起去帮村长抓犯人！你们去吧。夏露露村的传说真的很精彩，我想在这里听村长阁下继续讲故事。区区加多利，束脚就擒吧！总算出来了，刚才坐得我腿都酸了。没必要那么着急，那只加多利应该跑不出村子。木丁，这是吃的吗？居然把苦杨果一口吞了！还有这个温馨的画面是要到哪呀？
不是在睡觉，而是饿晕了吗？啊，仔细想想，本妖精也是起了个大早，结果到现在只吃到一个苦得要命的果子。不行不行，我也肚子饿了，我现在就要吃东西。心灵者，我们回庄园。还有力气吗？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好，我去。这鲜甜，这两者间的碰撞富有激情，充满了创意，真是太好吃了。我可以，再来一盘吗？都没有陆米大人想吃的东西吗？心灵者，我抗议！我要吃水果拼盘、新鲜果汁，还有精致小甜点。谢谢你的招待。等一下，智人族，你是特拉拉说的那位心灵者吧？比起智人族，难道不是本妖精大人更稀有一点吗？我叫卡塔露，是村里民兵队的一员。昨晚我负责哨岗的任务，换岗后本想着回去休息，不过实在太饿了，就在树旁靠着休息一下，但肚子饿得厉害，浑身都没力气，身体也不听使唤了。民兵队的大家看起来都挺疲惫呢。之前看门的那位叫索里，对吧？也是靠在门口就睡着了。大家都很辛苦，不单单是巡视，还要应付变得凶狠的奇波与忽然出现的凶兽，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休息，而且最近还出现了一些离奇的事件，导致站岗的人不断减员。我想帮助大家，所以偶尔也会顶替其他人的位置。星灵者，你可真是，夏露露村的事都变成你的事了。是，真是个闲不下来的家伙。因为我也是道听途说，怕讲不清楚。要不我带你们去哨站吧，那里的人比较了解情况。喂，你不回去休息没关系吗？刚才看你站都站不稳呢。没关系，吃饱了后精神了不少，尽快解决事件，民兵队也会轻松一些。谢谢你对我这么好。萨满大人说的没错，心灵者虽然是客人，但善良温柔，值得信赖。如果心灵者有需要我的地方，请一定告诉我。那就说定了。糟糕了！凡亚，请冷静一下。凡亚，萨满大人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卡塔露，妖精大人，还有心灵者，该怎么说呢？你还记得之前的怪谈吗？怪谈，是露米大人期待的有趣话题呢。就是那个离奇的事件。凡亚，心灵者是来帮我处理这件事的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最近一些去森林里采集打猎的村民都遭遇了原因不明的袭击。虽然身上没有伤痕，但装备和衣服都被扒得一干二净。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也答不上来，要么嘿嘿嘿的傻笑，要么哭个不停，和丢了魂儿似的。最近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民兵队就准备一探究竟。结果朗库、卡拉卡、马蒂娜、图拉戈、阿西、赤焰，等一下，这是去了多少人啊？
本来只是派了一个人去，但结果没有回来，于是交给我吧，我会把他带回来的。啊，冷酷已经去了，不能再增加伤亡了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库卡，接下来是我了吗？已经去了5个人了吗？真难办啊！我一个人可搬不动他们5个。不是，你们倒是一起去啊！这一个个上不是葫芦爷爷的传说，挨个送死吗？唉，真让人头大。哇，你没听过，是一个精灵传说啦。大概就是一群帕米为了救帮了他们的精灵爷爷，然后一个一个去。因为民兵队的人都没有回来，我就去找特拉拉帮忙，但他好像一大早就出门了。幸好萨满大人听说后决定来帮忙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前期最繁忙的准备阶段差不多结束了，所以现在还算有时间。而且这次事件听起来很严重，民兵队的大家遭遇危险，身为萨满不能放任不管。倒是心灵者不是还要管理庄园吗？这件事情就让我来吧。可别一个人去，太危险了。心灵者，那我们当然，你们小心点，可别再失踪了。已经有这么多前车之鉴了，如果有危险，我们就赶紧跑。那我在这里等特拉拉。如果到了乌尔落下之时，你们还没回来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动员全村的人去找你们了。怎么感觉一个怪谈事件变成全村的大危机了？喂，前面的森林好怪，卡拉玛的浓度有点高的异常啊。这里叫做雾叶密林，村子里的人其实很少会来这里，因为这片密林里生长着很多高大危险的植物，又有神秘的奇波出没。更危险的是，密林深处还有着终年不散的浓雾笼罩，一旦误入其中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是的，所以大家平日里都敬而远之。但最近平原上出现了凶兽和愈发凶恶的奇波，大家没法狩猎，才想来这里试试。结果，果然遇到了很多怪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确实不太想来这么吓人的地方呢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能先进去看看了。心灵者，等一下，那边是……这个味道，头好晕。喂，心灵者，你往哪走啊？我马上。这是海浪的声音，好熟悉的感觉。我这是……在哪儿？戳，你醒啦？太好啦！这个地方很久没有其他人来过了呢。你一出现就躺在这里毫无反应，我还以为你已经……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啊，我们认识吗？奇怪，明明之前……
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又来到这里了？这里呀，这里是万物伊始和终结的海洋，是星辰和引导之力所联系着的世界，是所有被选择的灵魂告别上一段旅程，前往星之旅途的必经之地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好记的名字，叫做无垢海。无垢海，所以，我这是死了吗？这里就是天国吗？怎么说呢？你的状态可能比较特殊，我还从没见过能像你这样以完整灵魂出现在这儿的存在呢。可以把你之前的经历和我讲讲吗？那就……好厉害，是冒险故事呢。可以再多给我讲一些吗？兽人的村落、怪谈世界，好想听你讲后续的故事呢。但也对，你的旅途不该就此结束，得把你送回去才行。可以办得到吗？你还记得自己遭遇意外前的情景吗？记是记得，但似乎不是很好的回忆。就算那样，也请努力回想起记忆中的画面，我会帮你纠正。这次，请选择正确的道路吧。等等，在这之前，你的名字是……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等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确实不太想来这么吓人的地方呢。这是梦吗？那个少女之前也出现过，她究竟是……哎呀，这种程度就害怕了吗？对于露米大人来说，这种程度根本……露米，停下！这是什么鬼蘑菇？怎么动起来了？我刚想说别靠近那边，这些蘑菇在靠近的时候会喷出有毒的孢子。好厉害！心灵者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刚才的事情，恐怕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吧。原来如此，听说村长以前也中招过，没想到他老人家连这都算到了。哼，这种事情本妖精当然也知道，我只是示范给你们看看，让你们知道危险而已。好险，差点就妖精踩高跷，平地摔跟头了。这座森林里面长有很多这种巨大的蘑菇，一旦吸入它们的孢子，就会神志不清，全身麻痹呢。所以一般进入这里都会找萨满大人拿药。给，这是我精心研制的特效药——呼啦啦孢子快跑解毒瓶。来，心灵者，喝下它，这里的孢子就不会伤害你了。喂，心灵者，怎么样？没事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记住要绕开这些毒蘑菇哦。虽然可以依靠解毒药，但每次都要忍受这个药剂的味道。心灵者，我是说，这对于村民来说也太不方便了。那你有什么方法吗？既然这样，就把这些孢子都吹散吧。吹散？交给我吧。
就是现在！包子真的都不见了！别得意，对于风之大妖精的我来说，这点程度随随便便就能做到。那里有人，是朗卡拉卡、马蒂娜、图拉哥，他们身上的装备都没了，和凡亚说的怪事一样，看来凶手是同一个人。搬不动，一个都搬不动。是赤焰，他在说梦话呢。就是现在！心灵者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像是歌声。哦，在那边。这家伙是三彩灵蝶。杂鱼臣服于我。哇，这小子好臭屁的样子。哼，卡塔路，我们上。斩灭吧！他好像在请求原谅，竟然用这么可爱的眼神攻击我，好恶毒的招数！怎么办，心灵者？喂，这套耍赖技能明明是本大人限定的招数。如果不原谅他的话，大概会一直在这里横击下去吧。不许再攻击夏露露村的村民了，一人村的也不行，下不为例。今天就先放你走吧。喂，他居然还嘲讽我们！啊，他跑掉了！折腾了半天，原来是一只齐波搞的鬼。果然怪谈都是骗人的。马蒂娜他们都还没醒，毕竟那个小东西的粉尘可是连加度都能放倒的。露露卡，有什么能让人清醒过来的药剂吗？让我想想，治疗昏睡的药剂，类似功效的材料我倒是知道，收集看看吧。我记得材料是需要苦杨果、桃栗子和红果。这样就好了，让那些睡不醒的家伙们喝些药剂吧。太阳晒屁股喽！嘴里好苦。这里是哪里？我在干什么？我是谁？好饿，想吃饭。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却还想着吃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阿克丽他们几个来调查林子深处的奇怪营地，而我则是来救他们的。他们都没事吗？没事的。马蒂娜，你还能站起来吗？我可以。哎，萨满大人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是凡亚委托我们来救你的。马蒂娜，你说的营地该不会是……之前我们侦查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些奇怪的外来者在森林深处鬼鬼祟祟地建了一个营地。本来是想去看看他们在偷偷搞什么东西，没想到，不行，头好痛，还晕得厉害。你们赶快回村子吧，等天色晚了，再遇到凶兽就糟糕了。好的。心灵者，
我想去那个营地看看。最近山谷里的怪事十分蹊跷，也许会有什么线索。我也去。根据之前民兵的报告，营地应该就在附近。谢谢各位。哇，没想到森林深处还有这么庞大的龙带遗迹。这个也是龙带遗迹吗？虽然龙带文明的残骸到处都是，不过像那座建筑的规模，在整个大陆也很少见呐。这个遗迹旁的山谷中沉积着大量苏亚能量，我们还是不要过去为好。这些苏亚能量是从那边的气旋席卷而来的，那就是夏露露村所谓的禁地了吧？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自然情况下应该不会有这么浓烈的苏亚现象才对。总之，虽然很好奇那个龙带遗迹，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不要靠近那里吧。